黄部长你好，欢迎来到甘榜 MLD。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空中访民情这个露营车。很多人在看我们呢 ，Hello。我会说这么多我的相片，因为你每年都有出席2020空中访民情，我看应该都没有缺席过吧？年我那时候还年轻嘞。这2020年因为是 COVID， 那时候有决定2021年，徐宝坤这个我记得，我们在 Tampines， 然后上次你过来，对，这是我跟你一起。我们过来 Bukit Canberra， 对，然后上一次跟明顺煮饭。这个是虾皮比海蛎还要好因为海蛎会比较咸。我那时候在讲吃少盐嘛，嗯，所以他炒这个菜，他说我放很少盐，但是我放海蛎，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那个心说，其实海蛎也是盐的。那我还记得，这些都是哇，这些都是我你应该家里有认得吧的书嘞。？就是我听说你很喜欢金庸的小说，很久以前读过《笑傲江湖》，你读过吗？看过戏而已。其实是想要通过你的分享，了解一下你之前看过什么金庸的小说啊，有没有对哪个人物印象特别深刻？不过在这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吃点东西吧，因为毕竟露营嘛，露营一定要边吃边聊，你说好不好？好。好，来。部长，我们现在呢要来这种很 OK 复古式的早餐，但是真的是会热的哦。对对对。我的咖啡来了，很好，部长是不是每天早上都一定要喝一杯咖啡的？ 2杯。 2杯不加糖的那种，因为不加糖，很健康。不加糖。OK， 因为我要喝咖啡的原味。你加糖你就喝不到咖啡了。一般喝咖啡不吃早餐的。你怎么知道？我真的不吃早餐。我一天尽量吃2餐啊，通常是午餐跟晚餐，晚餐一定要吃，因为跟家人吃嘛。但有时就只吃早餐不吃午餐。这个要烘吗？应该是先加牛油才要烘，是不是？没有啦，烘了才加。不可以了，你还可以加牛油再烘。你加牛油烘，它的油不是溶掉，滴到火里面去吗？然后就会着火。所以你看我是没有露营的。不可以放牛油才烘啊。会那着火。如果你是有吃早餐的话，你通常会选什么样的早餐？面包是很少，片蛋糕，一些 cereal，这是因为就只吃一点点，然后下午就不吃，到晚上才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吃太多了，人体不需要吃太多，吃的时候要享受你吃的东西，要吃得好，不是说什么都不吃嘛。好像你叫我吃牛油、吃咖药，我都喜欢，炸鸡这些都会吃，但是我尽量卡路里不要吃太多。你说你会吃蛋糕然后糕点，那糖分不是很高吗？不过我的咖啡没糖啊，我白饭吃的少啊，我是喜欢吃dessert咯，看你的身体的状况，我的身体还好我的血糖什么都还好，所以我可以吃糖只是都是适可而止咯。你这个还没有好啦，还没有好，要这样还没有好啊？没有耐心，没有好，这个不是真的都是的，它很慢的，等下会烧焦。烧焦会知道的，因为会闻得到还久。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跟你小时候有没有一些关系？小时候是外婆带我大的，外婆是潮州人，所以我们小时候常常都是吃丢酒妹，哇，很清淡哎。就是白粥，然后配一粒橄榄，2粒橄榄，导入。你自己本身有没有就小时候的一些小遗憾呢？父亲是住甘榜的，我们在罗龙庄，他们是养猪、养鸡、养鱼的。甘榜有一头牛，后来父亲决定走出甘榜，自己去做自己的事业了。然后就出来的时候没地方住，就跟外婆住，然后在河水山。但是我们周末就跑到甘榜那边去帮忙抓鱼，帮忙 packing 这些帮忙父亲做生意。有一点遗憾就是那时候没有去真正的体会那个甘榜的生活。现在毕竟也没有这样的环境，你自己本身是怎么放轻松的？如果你不在工作的时候，我通通带来了。
哦，你有带东西来，OK，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哇，这个是头运动盔啊，这个是骑脚车吗？应该是那个脚车的头盔。因为运动啊，我的脚受伤嘛，已经开刀一年多了。以前我是会去跑马拉松，但是后来脚受伤过后就怎么样都不能跑，就只能骑脚车跟游泳。所以这个我其实真的建议我们的膝盖不大好过后做一些对膝盖没有那么多压力的运动，就是游泳很好，还有骑脚车。你的脚要强壮啊，你的大的肌肉如果壮的话，你的膝盖就受到保护了。如果你的脚没有力呢，你的压力全部都在膝盖里面。当然，运动的时候有些姿势要做得对，做得不对的话，膝盖就会受损。这个是我很辛苦学来的教训。你说这个北苍苍的啊？你会涂这个牛油跟改亚吗？现在可以涂了，现在不会着火。啊，部长烤面包给我吃，哎，真幸福。导播说这个是少盐的牛油啊，少盐的牛油。有没有少油的牛油？没有。少油的牛油。没有少油的牛油，就是要咖椰跟牛油都要放。这个是我的第2轮早餐了。哦 ，OK， 这个是为了拍片而牺牲。我感觉部长你也是对这些拍摄啊，包括社交媒体也很熟练啊。是不是？我就是看你哇，在 TikTok 上面也是哇。现在都是看 authenticity， 你的人是怎样，视频出来你就是怎样。所以要怎么样才可以提高自己的 TikTok 上面的粉丝量 ？TikTok 不容易啊，越短越好，越 authentic。社交媒体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平台，所以最重要就是你的讯息要好，你的视频要受人注意，然后你的要真实，你要坦白的把自己的一面呈现给人家。所以你 keep your fingers crossed 哦，你真实的一面人家喜不喜欢？人家不喜欢是没有救了。那你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啊，还有机会。为什么你可以这么？你难道不害怕吗？没有办法不害怕。什么意思？就是你要反正你就豁出去了，是不是？你成为一个部长，已经是公众人物，你一定要解释你的意见，还有你的政策，哦，所以没有办法，你一定要抛头露面的嘛。所以就真诚的方法，就希望人家会喜欢你咯。那你自己本身的性格是不是比较内向？我很内向。内向的意思就是，我不是说你啦，但是跟一个人谈话。很久了，回去我觉得很累啊。很累。尤其是不认识的人哦。但是有亲切感的时候就不累了。其实我也是相当内向。回到家，哇，真的很想闭着门看看书啊，或者是听听音乐。喜欢看书。你喜欢看金庸嘛？对不对？对，金庸我也看。金庸小说，但这里还有一些。现在看的英文书会比较多啦，家里没有什么华文书，就带一本我看过的。老人与海，这个是翻译过来的。Ernest Hemingway， 这2本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书了，但是我看的都是这些书，不是小说。我学习类型的。学习类型的，但是也是应该看一些小说，看一些故事书。有时看小说是因为小说的故事，它反而把学习的内容给你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我反而读了就忘。但是看书是好的，视频看少一点啊。社交媒体少用一点，书看多一点，这对身心是很好的。看你还有带了。坦白说，现在小孩子问题就是看不够书。然后我听唱片，可能18、19岁的时候，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收集唱片。都不是 CD 哦，这叫什么 ？LP 这叫黑胶唱片。你不是有那个？没有，我是拿在耳朵旁边听哦。当然有人会说的，在做什么？这个是摩登那种没有那种进去的，我不懂，这个不是我的EVA的吗？是啊，我们你再讲一次。我们是从开始开始。这个不是我的EVA的。听 CD 就好像喝3合1咖啡，听黑胶唱片就比较像用搅拌机做的咖啡。所以这些都是比较旧的。这个是苏芮，现在比较难找到，不过这是我其中最喜欢的一个唱片。对，大错车的电影原音大碟。
我带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来，这个叫做7" 7寸唱。哎呦，没有看过哎。它只是2首歌，这个已经发霉了。现在还有吗？这个现在很难买到吧？我没看到。所以这是你以前的。这是我做学生的时候就开始收集的，一片，英镑1块钱，99分呢。那时候作为一个学生就只能买得起这个，所以就有时会去买1、2首歌。现在的人因为我们都很盲目嘛，就像你说的，很多时候就是3合1啊，即融即，反正很快，越快越好。不过这样生活变成走马看花，所以读书是好的，因为看书你一定要坐下来看。我们生活其实不可以节奏太快，有时要停下来，认识一下自己的环境，认识一下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头脑。因为你的工作关系，很多人也会很需要你的时间。要划清一些界限。每个人生活就像一个玻璃瓶嘛，你要把大石头放进去，然后小石头才放进去，然后沙放进去，然后水才放进去。如果说你沙先放，你大石头就放不进，对吗？所以我们首先就知道我们生命的大石头是什么。我呢，家庭、睡觉、我的工作、运动、大自然，一些自己的喜好，这就是大石头。新加坡感觉啦，就是有老化的现象，不止老化的现象，老化的厉害。最近我们的这个终身健保计划，有一些新的变化。简单的跟我们说一下，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很多国人，你问他在医疗方面你最关注的是什么，他们都会说医疗费上涨啊，对吗？这是眼前所比较迫切的一个问题，所以当然这样的问题一定要解决。第一就是10月1号就开始有更多的津贴，111万个新加坡人会受惠。第二就是新加坡每天60个人中风或心脏病，进医院住了几天出来，哇，一大笔的账单呢，就吓了一跳。所以我们需要终身健保，是保护风险，意想不到的医疗账单。终身健保的目的就是这样，但是账单越来越高，因为成本越来越高，所以索赔增加。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保费也增加。但保费增加过后，我们津贴增加，保费的津贴增加，也在 Medisave 就是保健储蓄的填补也增加。这样一来，就尽量的有一个这个配套，帮助国人应付医疗成本。据我了解，新加坡的制度也是希望国人自己对自己的医疗负责任嘛。那对，长远来说，能够最有效减低医疗费的方法就是你要健康啊，是。没有索赔是最好的，没有医疗费是最好的，不需要进医院是最好的。现在我们的最大的医疗计划就是制造一个大环境，让大家能够互相帮助，能够保持健康。我也是相信 prevention is better than cure，但是民众是怎么想？可能要去访问一下他们。可以。不过呢，我们今天节目的形式有点特别，因为听说部长你很懂金庸的人物，制作组安排了一个小游戏，所以他会给我们这个小提示，然后我们要去小提示，然后呢？然后我们要去找要访问的人。要跟金庸什么关系？他会给你金庸故事里面的人物。我要去找金庸故事里面的人物。对。我们等一下会用金庸的人物来做今天的这个游戏，就是这个节目。我还记得吗？会化妆，你下做就知道了。口吐水。他们今天都在甘波 MRT。哇，这需要九阳神功嘞。对。OK， 这个是第一个提示哈。这就是第一组我们要找的人是阿慧降龙18掌，就是郭靖嘛。或还好他精通打狗棒，那是黄蓉啊。OK。神雕侠侣人物，他们不是射雕人物咩？哦，神雕他们也有出现哈。你看我一头雾水吗？这个靠你了。你不是看过他的戏咩？我是看过我们的文芳姐姐，还有林顺大哥演的。酷酷，你学好了？这真美。走，我带你四处看看。他们有穿古装给我找到。我也不知道哎，我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动脑筋看是谁。OK， 来，我们走吧。
是《神雕侠侣》里面，他们是不是已经结了婚了？那时候已经结婚了，那我们要找一个像夫妻的啦。有夫妻相的，哎，他们有没有生孩子啊？好像有，对，没笑有孩子的。他们有3个孩子啊。我问他们了，是他的头发像郭靖的头发。 Hello， Hello， 你们是郭靖跟黄蓉吗？是。哇，厉害厉害！ OK， 哎呦就是找到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其实你们家里哇生了3个小孩，对然后他们都几岁呢，How old are you？ ？5、 7、10。 10，还有13。你在什么学校？ Woodlands Green 无论水，你呢 Riverside。 ？Riverside。OK，是你们住这里的。啊，对，你们是怎么样让你们的孩子就是身体健康的？会不会有时候很容易生病啊？然后你怎么样照顾？对，所以其实我们有给他们买保健品啊，那种维他命 C 啊这些，对对对，然后都会带他们出去运动。你有没有手机？一天用多久？他要去看 check 那个 screen time 那边显示多少？天要多久3分钟。 3个小时，3个3小时。小时，哦，要减少了，要减少。好像我女儿，她就是用手机，不过她觉得自己用太多了，所以她就每天慢慢减少，慢慢减少。现在她只用不到5分钟，5分钟通常是 check 一下她的朋友在做什么，闲聊这样就没有了。跟妹妹一样。拨多一点时间来看图书啦，运动啦，或者跟家人在一起。你们最喜欢吃什么呢？可能我从弟弟开始问，你最喜欢吃什么 ？You like nuggets? Like fried chicken? Yes. You like chocolate? Ice cream? 哇 everything 哦的。那你呢？你有没有最喜欢吃的？小孩子吃冰淇淋是正常的，哦，什么东西都适可而止嘛。小孩子新陈代谢很快，所以有办法消耗掉。所以最重要还是给他们运动。我们会去骑单车啊，打羽毛球啊之类等等啊。如果他忙的话，我们就会去家楼下，让小孩子跑跑。那你的降龙十八掌有教他们吗？在练习当中，在练习啊，很好。常常有全家人一起出去吗？周末出去吃晚餐，走走逛逛。对。很好。我作为一个过来人，其实小孩子小的时候尽量多一点时间陪他们。长大了，teenage 的时候，他们有机会会听你的话。有机会会听我话吗？小孩子最后还是希望父母给他们的感情。有时我们太过督促小孩子，反而不好。多一点时间陪小孩子，他们跟家长呢有这个感情，他们就听你的话。好，谢谢你们。好，我有东西要交给你。哦，秘籍。下一个。哦，下一个。这是下一个。对，下一个好难啊。很难的。我真的不会，因为我都不认识。无论乔峰或萧峰，这是《天龙八部》，他们爱恋终不得天龙八部人物。《天龙八部》我还没有看，感觉是2个人爱上同一个人。你们有没有看《天龙八部》？没有看。那是什么年龄层？我就。安迪，你会不会啊？《天龙八部》有没有看过？没有啊。问 ChatGPT， 那你们就再接再厉。 《天龙八部》的姐妹。看 GPT 可以打华语的没？可以。阿朱跟阿紫。好，那我们就去找阿朱跟阿紫一对姐妹，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这是一对年轻的，哇，年轻的姐妹。看看你的秀，谢谢。买杯秀。我在找人，我在找。是的。你是阿朱阿紫吗？阿朱阿紫吗？不是啊。阿朱阿紫。 OK， 那边他们不是。不是哎，那边有一对，要不要？哎，是不是那个？不要乱找了，不要肯定不是他们呢。Hello，How are you？ 哎，这个会不会是？这个郭靖黄蓉。我看到那边有一对年轻的姐妹啊，在哪里？摄像头都摆到那边，我哎，那对年轻的姐妹，2个坐在那边喝的，我猜是他们。你们应该是阿朱跟阿紫。是呀。是不是？哎呦，真的。因为你们家人在放2个椅子在这边，哪里有人这样做的？大家好。Hello， 你们好，你们谁是阿朱，谁是阿紫？我是姐姐，我是妹妹，你们今年多大？我20了，18岁。那你还在读书？我在 LaSalle 读书，学表演
学表演第二的，也跌到我每年都有去看是吗？ graduation class， 我都有去看。哦，对，但我刚进而已，还有2年。刚进啊，这个是本科啦。本科，你呢？我是 Eunoia JC。Eunoia JC， 对今天没有上学咩？因为我是在 A level 嘛，所以停了。study break呀，study break。你们的 oral 跟老师说已经pass了。前教育部长说你们 oral 没有问题，可以上空中访民情，好，pass了。已经不是教育部长的身份了，现在是现在没有资格，对，现在是没有资格exam。这样你们现在在读书啊，觉得压力大吗？就我觉得艺术学校就有点不一样的 vibe， 对，就比较好玩一点。其实你在生活里最大的压力是什么？现在最大的压力应该就是读书。还是读书 ？OK， 你呢？我觉得因为学表演就会你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你就担心现在，因为现在要考试，你有担心未来，因为未来要工作。对，年轻人是无敌的，对过去不要后悔，对未来不要去担心，最重要的是享受现在，所以现在叫做 present， 活在当下。 The present is a gift。我比较担心年轻人就是心理健康。那今天就谢谢你们，还有你们有下一个线索要给我们是不是？对，这个有吗？哦，这个要给我们。好。帮女侠萧宗慧找爹娘鸳鸯刀人物。鸳鸯刀你看过吗？没有。又要问 ChatGPT。哎，你们会吗？有没有看过鸳鸯刀？没有。要部长说要多看书。其实鸳鸯刀的电影我有看过，我用 ChatGPT， 所以找2个年纪比较大的。谢谢你们 ，All the best， 谢谢。找杨国聪夫妇，那边有一对夫妇，哪里？这边看起来没有 make up， 应该不是。大家好 ，Hello， 你们是杨国聪夫妇吗？不是哦，是不是？对，你们慢慢吃，慢慢吃，所以不是这里。Hello， 你好，你好，你们是杨国聪夫妇吗 ？OK， 他们不懂。部长，我看可能不在这一带，所以我们要去。不在这一带，你有 Insider News。我有 Insider News， 对对对，因为我这样一眼扫过去，我看没有看到，所以应该是在楼下。中年这边，中年，跟着摄像机走。你看他的摄像机在哪里，我们就大概猜得到。在这一带。这边没什么人呢。萧宗慧的父母。这2位吗？Hello， 你们是杨国聪夫妇吗？哎呀，是。杨国聪夫妇，你好，你好，也很难找到你们呢。你好，所以我猜应该是你们有一个女儿。对对啊，女儿今年多大？今年小5。那你们最担心她什么呢？觉得她跟朋友的交际会比较弱啊，所以比较难交到朋友。学校有课外活动吗？5年级的时候有，他上武术，对，他喜欢武术是在学校学的在学校。他的朋友圈呢是武术的朋友还是班级的朋友比较多？对。那他平时在家里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消遣？他比较喜欢读书，看书是好的。比起玩手机呢，他有玩手机吗？比较少，但是很好的。与其玩手机，不如读书。是因为你们有从小就限制他？是手机我们会有限制，所以说平时没有让他玩，然后就在可能吃饭的时间暇闲的时候就让他滑一下手机，就这样而已。也没有装任何游戏在手机。我们担心的还是社交媒体。记得我们小时候，妈妈跟我们说，出去外面不要跟陌生人讲话。但是现在的小孩子一上网，在社交平台有这么多个陌生人，在精神上其实是在跑马拉松。对小孩子其实这压力是很大的。你们会担心学业吗？家长都会想孩子的成绩好一些。对。为了好一些，我们就会让他上一些课外的补习啊。那明年会考，他的压力大，妈妈的压力大，还是爸爸的压力大？都有了。都有啊，3个压力嘞。你有什么建议？你家里是你多点压力，你老公多一点压力，还是孩子？其实我一点压力都没有哎，没有，惨了。我现在就会担心，因为确实有些时候身边的其他家长会给我们造成压力。对，所以部长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 ？WhatsApp 里面的家长，
如果给你的压力太大，就退出或者。OK，像我太太一样，她退出或者。做父母的，我们看其他家长，哇，其他家长这样做，我没有做，我有没有尽责？不要去担心那些，哦，自己有没有尽责做父母，自己知道，孩子知道。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放轻松，然后身心健康最重要。而且教孩子尽他的能力就好了。好，只要他尽他的能力啊，就很好了。谢谢你们，然后你们有下一个线索要给我们，是不是？这里还有东南西北各一节，射雕英雄传人物，啊，这个东邪西毒南帝北丐4个都是男的。好，我们现在就要去找4个，不一定是男的。不一定是男的。听说他们导播把东邪西毒改成女的，找一个蛤蟆功，一个一阳指，还有降龙十八掌。还好不是要去东南西北找人呢。不用，不过前面就有4个人，我很怀疑就是他们。好，而且他们在那边做热身，已经做了差不多10分钟，没有理由做这么久的。部长的观察敏锐，看他们的表情也是在等着我们过去。啊，就故意往那边看。Hello，大家好，你们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吗？啊，是的。哦，我看你们好像平时应该都有运动健身，运动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们几岁了？我最年轻71岁，我第2年轻啊，63。我也是63。我跟新加坡同龄，59岁。你的 T 恤上面写哇，2500 km in 50 days， 所以你应该是长跑的。我跑 AG50 跑了2500公里，是新加坡最长的 record。你的膝盖还可以啊？因为天天有运动啊，然后有保护我的膝盖，所以没问题。这样你们每天是做什么样的运动？我一般上也是跑步，也是跑步，但是1个星期最多2次到3次。我你是肯定跑步的，也有，我也有做一点健身。OK， 那你呢？我之前是骑脚车跟走路比较多，但是因为跟一发大哥一起看到他的跑步的整个耐力跟毅力给我启发很多。我现在也想做一些改变，我要多一些跑步。很多年长者，尤其是昂哥，是不肯出门，怎么说服他们？跑步是应该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你身体健康，你对家人是一种。跑步也可以交朋友。我也会尽量邀请年长者陪我一起运动。其实这样的一个社交圈子也可以让大家的身心比较健康，对吧？这个终身健保计划可以帮很多年长者，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还需不需要购买一些私人的保险计划呢？我们都有，我们的都有买综合健保，是终身健保计划就给你能够去政府医院有津贴的那个护理，但是如果你要非津贴的护理，就是政府的 A 级病房或者私人病房。或者私人医院，那你就需要综合健保计划。那还有附加险的吗？我自己觉得附加险的这个保费很高，但是它保的其实很少，多数都是津贴加上终身健保加上综合健保就还得7、7、8、8的，所以划不划算，大家自己计算了。最好的保险就是保持健康。那谢谢你们，祝你们身体健康。今天真的要非常谢谢王部长，跟我分享了这么多健康小贴士。其实贴士很多啊，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贴士就是要睡得好，吃得好，要多做运动，然后定期检查。这4个贴士我看是大家都同意的。是的 ，OK， 好的，谢谢部长，我现在要去睡觉了，拜拜。我2015年中选进入了国会，进入了内阁。也就是那一年，空中访民情就播出了第1集，所以我的政治生涯呢是10年，空中访民情也是今年10周年纪念。这10年来呢，空中访民情的团队不断的创新，从开始呢只是一个收音机的节目，变成电视的节目，然后又加入了部长的访问，然后再加入不同嘉宾的访问，到今年呢又创新了新的风格，到了各个邻里访问不同的观众，所以非常感谢空中访民情团队把我们非常复杂的政府政策，用非常有趣轻松的方法解释给人民知道。我希望团队继续的努力，也非常感谢多年大家所付出的贡献。生日快乐！